你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将军别忘了，节度使刚刚下令，令季娘子染制蜀红丝，织造贡锦，怀璧其罪。季娘子身怀绝技，被人觊觎，全家殒命。老夫痛惜，但爱莫能助。杨警官，我不想听废话，所以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杨某来到益州，不是冲着将军而来，只为肃清锦宴。谁拦我，我便查谁。我身后是所有尚存良知的朝廷命官。将军，混账！谁让你们真动手的？还嫌节度使对我关注不够吗？不是我们的人。什么？是我。高大侠。是杨三郎让我来的，请季娘子配合我演一出戏。你只管做戏，我定会配合。丧章使的人到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等一下。既然是做戏，就做得真一点。别想伤害我阿妹！阿兄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丧章使在此。英英，洋洋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受伤了？呀，娘子，这！哎呀，金贵，快去请大夫来！快啊！不用，快说啊，娘，我没事儿，都已经流血了，你还说你没事儿？你就是刺破了一些，你找个可靠的医师，保守的严重些就行。快把门打开！丧章使，刺客呢？不见了。走！是。啊！苍长使搜到一块令牌。你小子比抓住老夫一个人害啊！下官怎敢害您呢？这可是大功一件啊！尤将军、张刺史，有劳二位，是下官失职。杨警官也在，真巧啊！倒不是巧，只是这季家不同于别家，这季娘子担负着无人可替的贡锦之责，我身为警官，自当多加在意啊。这不过是寻常私户被人劫掠，犯得上惊动张刺史吗？本来是不必惊动刺史，更不必惊动将军您的。只不过丧章使搜查时，发现贼人落了一样东西，要不，将军您看看。
将的令牌。哼，这个贼人可真是可恶啊！竟盗了本将的令牌。好啊，那桑长史，你的意思是，本将要杀季娘子了？下官不敢。只是这令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将军的。牛将军与我刚刚一直在酒楼宴饮，下官可以证明，此事绝非牛将军所为。况且，若真要行凶，为免暴露，也绝不会带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所以，下官认为此事定是有人刻意栽赃陷害。既是如此，杨警官又何必叨扰将军呢？刺史容禀，杨警官也是为了将军的名声着想。想必刺史也知道，将军爱女嫁的是我曾经的良人，我又染出了蜀红丝，把将军贤婿染得赵红丝，逼得原形毕露。在外人看来，将军恨我，想要杀我，实在是合情合理。这才给了歹人可乘之机，借题发挥。若是此事放之不管，听之任之，只怕屡禁不止，于将军有害而无益。季娘子推断的甚是有道理。不过，本将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惧人言。她若是个寻常女子也就罢了，如今制造贡锦可少不了她。要是人就这么没了，贡锦织不成，还牵扯到一位主将。朝堂之上，若派人查下来，将军是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只是不知这益州城又有多少人经得起查呢？不知杨警官有何高见呢？回刺史，既然有人冒用将军名号来刺杀季娘子，咱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便由牛将军来护卫季娘子。一来将军智勇无双，定能护住季娘子；二来，只要季娘子平安，这谣言吧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这季娘子的安危与本将有何干系啊？再说了，城中的守卫归刺史管。这倒也是，那还要劳烦季娘子随后与我一起军中走一趟。这伤，这令牌，咱们都让节度使好好的断一断，还季娘子一个清白。好啊，若有机会见到节度使，英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怎么又把节度使扯进来了？太麻烦了。好，既然杨警官、季娘子信得过本将，虽说本将的职责是戍守边城，我虽不能派兵保护季娘子，但也绝不会让季娘子受到歹人的欺凌，如何呀？还不快来谢过牛将军啊！多谢牛将军。不必了，小事。有劳了。娘子，你还好吗？无妨，这么多年，已经习惯了。若不是我在山上被控制，娘子你也不会上山。谨防的事情瞒不住的，即便没有了你，
杨金兰也会用其他的办法让我上山，你无需自责。可是娘子，你吃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，那么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奴婢怎么能不自责？可若是没有你，又是谁帮我撑到今天？娘子救下奴婢的那天，奴婢就答应娘子，奴婢不是牛府的奴婢，是牛五娘子一个人的奴婢。我不信命，我不要成为哪个男人的附庸，我要做我自己的主。娘子，我一定会陪着你。你来做什么？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不靠近他，你就能护他无虞。可是他今天差点死在山里。他死了吗？他不仅没死，还拿到了节度使谕令这张免死金牌。接下来，你们还要一起支染共济。这么看来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出尔反尔，颠倒是非，你这样做买卖是做不成的。夫君怕是忘了，做不做这笔买卖，如何做这笔买卖，向来都是我说了算。你刚刚哭过？山上风沙大，迷了眼睛而已。是风沙迷眼，还是满盘皆输啊？夫君啊，我输了，大可从头再来。可你呢？手中无棋，连棋桌都上不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那个执棋人，不是吗？杨警官找借口拦着阿兄和阿娘，可是有什么要跟我说？难道我猜错了？你让高放冒充牛家刺客，难道不是想要先发制人，让牛景不敢再对我动手？你是没猜错，但我的计划中，可没有季娘子舍生忘死、身上中箭这一环。我这不是怕他们倒打一耙，污蔑咱们贼喊捉贼，想把戏做得真一点吗？大夫刚刚也说了，没事儿的。我说过我会护着你，你也说过你会相信我。正是因为信你，才配合你啊。郭奎，回去，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下次谨慎些就好啦。再说了，有杨警官托底呢。牛景线下是不会再对你直接下毒手了，只怕共景制胜之日，便是唯一出现之时。我不怕，杨警官会保护我的。你这话说的，你们家郭奎听了都不信。牛景今日也算是投鼠忌器了吧？是不是这气越贵重，他越不敢动？你又要做什么？我会做的只有生意啊。如果我不仅能染出曙红丝，还能织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锦，我能做锦芒，做皇商，做一棵任何人都想保住的摇钱树。他牛景再想动我，便更得好好思量思量。
等我一下。这些是当年我家所有能出入警房和染房的工人名单，以及押送供警同警官府交界时所去的工人名单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当年的警官刘崇山以及他手下的侍卫。杀死我阿爷的督运官，还有那些交界的官兵，他们的名字我并不知晓。若是当年你师父真的在查我阿爷的案子，那这些对你想要寻找的蛛丝马迹或许有帮助。杨金兰，我阿爷的事，拜托你了。那是我的，都过了家里留给我的。这些名字你都还记得？还给我！有些事，季归南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不允枉他。过了再久也不会了。校订正法，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。是。夫人，赵修元在门外求见，说是要与娘子商议供给织造之事。回去。坐下。我与他虽有旧怨，但这是正事，不能耽搁。杨警官，我女儿身受重伤，供给织造定要急在这2日吗？不急，自然不急。不仅日子不急，也无需季娘子出面。供给织造只需季娘子按照赵景王提交的所需蜀红丝数目染制后，交到警官府，再由警官府核验后交予赵景王。季娘子，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，哪儿都不准去，我去跟他说清楚。杨警官，莫忘了民女所托。父亲。阿娘，先好好养伤吧，其他的改日再说。我会告知飞花会，说你偶感风寒，在家中休养，让他们安心染丝，不必担忧。走吧，回去休息。休息。你明明可以用别的方式保他，为何要伤他？别的方式，像赵二郎君一样，卖身投地，委曲求全吗？我做不来，他也不想要。我与他青梅竹马，我亲眼见他未雨绸缪，隐忍蛰伏，他定能理解我的选择。人在屋檐下，有些事确实要忍，但有些事却忍不得，忍了就不是季莹莹了。赵二郎君如果还是念及旧日的情分，既做不了他的良人，那至少也要做个好人。我说了，大可从头再来。可你呢？手中无棋，连棋桌都上不了。
娘确实糊涂，若是不用贾曙红，我赵家是赢得堂堂正正了。斗锦会上，贾曙红就是个误会。怎么，贤侄另有见解？要不要随我一同去找一下牛将军？说道说道。好，便是不提曙红寺，还有山上那事儿，别人不敢指摘牛家，便是说我们赵家干的这缺德事儿。牛家五娘子这煞气，加上我这糊涂的二弟，这往后不知道要给赵家带来多少麻烦啊！想当初老太爷呀，一门心思想攀牛将军这门亲家，如今这亲家是攀上了，怎会想到那牛五娘子并非良配呢？想来老太爷这心里也不好受。你们是怪我治家不力吗？孙儿不敢，儿媳不敢。二郎呢？二郎昨日去都督府拜会了。是啊，牛五娘子毕竟还是牛府都督的女儿呀，咱家礼不能废。我赵家既得了锦王，那接下来就要联合众锦户，协力完成贡锦。以后这些事就不劳祖父操心了。二郎回来了，牛将军怎么说？牛将军说，祖父年迈，锦王家的事，以后就交给我来料理。什么？你是拿牛家的权势来逼我？牛将军让二郎当家主，想必也是体贴老太爷年事已高，该享清福了。二郎虽然年轻，但能力、手腕样样不缺，又得牛将军器重。若二郎真成了家主，我们和牛府啊关系也就更亲近了。外面的闲言碎语，我看谁还敢乱传？请阿翁让位。你这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当年我祖父持家50载，我阿爷在他身边学了30载才掌家。我在我阿爷身边也学了30载。二郎，你天赋异禀，你便在爷爷身边再学10年，就让你独立掌家。所以，祖父不让。赵家早晚都是你的，你何必急于一时呢？那就休怪孙儿无礼了。赵平，赵书元，你这是要造老太爷的反吗？二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岳丈大人说了，怕我继位不顺，所以借了一些人手撑场面。二郎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大动干戈呢？老太爷也是一时没有想明白而已。牛将军山上一怒，连朝廷命官都敢动杀心，他的话，我们哪敢不听啊？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阿爷，退位是小，但是惹恼牛将军，那事儿可就大了。您还是退吧。祖父，孙儿也以为二郎当家主，无有不妥。赵家次孙
赵修元，孙儿在。你为赵家赢得晋王有功，今将赵家家族之位传于你，振兴赵家家业之责，落于你身。孙儿领命。阿兄留步。不知阿兄可否去警官府核查宫中订单？是，家主。夫君昨日送我回来，并未得见阿耶。怎么阿耶今日临行前却突然改了态度，给了你手下？我瞧着这几个人有些眼生，似乎并不是我牛家护卫。我雇人假扮的。夫君倒是坦诚。你不会拆穿我。我能走多远，你这景王夫人才能走多远。夫君可还记得答应过我，成婚之后会予我一些自由？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替夫君把整个蜀锦业握在手中。我知锦多年，比夫人更懂这益州锦业。但是我却更了解人心，也更了解我阿耶。他不会介意你冒用他的名声，但是你要让他看到你的价值。自季归南死后，蜀红角色也随之消失，多年未曾重现。本官奉朝廷之命，入益州寻访，如今终于有了结果。蜀红一出，千红哭。当日在斗锦会上，蜀红凤凰横空出世，惊艳四座。今日，本官在此宣布，蜀红司重回色浦墙。这蜀红是你重现的，自然要写你的名字。
间，一夜飘落了白雪，回忆如风击卷。挂牌。往事浸染在香水间，风干了多少情节。你是心间缠绕的线，相思明染分难解。若你不弃这份誓言，生死我都无悔无怨。我不管你是以后我也要染出金色，也要当锦王，这样我的名字就可以出现在阿姨旁边了。好，这就得给你留着啊！太棒了，我会染水红色了，阿姨。太棒了，我会染水红色了。你不是独自迎着风雪，我永远在你身边。阿姨，我做到了。金娘子，杨警官，请你进去核对一下织造供给所需的数红丝数，请。恭贺季娘子重现蜀红丝，苦尽甘来，凤凰于飞。可这是兔子哎，跟凤凰有什么关系？凤凰太难画了，我还没学会。季娘子就先将就着。你自己做的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若是不好，我阿娘怎会放我出来？你特意把我喊进来，不只是为了问我这个吧？如果我说是呢？坐。物归原主，我师傅找到的。在哪儿找到的？我不知道，还在查。我阿耶因为贡井造假而殒命，牛家在山中建黑井房是为了造假井。或许当初他们就是这样用假井替换真井，事发之后，我阿耶便成了替罪羔羊，对吗？季娘子，咱们约法三章可好？查案归我，定还你一个真相。那我需要做什么？做生意。杨某看似光鲜，实则挺穷的。说不准某一日，还需要季娘子接济。我朝律法，行贿当抓，受贿当斩，我不敢。到时候你可以把钱袋扔地上，我假装捡到，顶多算拾金不交，道德有失，触犯不到律法。狗官。还望杨警官早日替我阿耶沉冤昭雪。到时候我出钱给你建一座生祠。杨警官，进来。禀杨警官，杨家大老爷杨巨贤求见。不见。杨老爷说，若您不肯相见，出去。哎，是。其实我跟他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过去的事儿都是他身不由己，也是我年少不懂事。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
没必要和好，更没必要道歉。我不习惯，更不需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阿姨。这次我阿娘也给我发了好大的脾气，一副我再不听话她就不要我了的样子。但我先是我自己，才是我阿娘的女儿。我可以照顾她，孝顺她，哪怕以命抵命。但是我却不能按照她说的那样活。若是那样，我便会面目全非，我便会不知此生我为何而来。我阿娘也会愧疚一辈子。你的意思是，觉得我没必要和好？那就是与他和好？你到底要我怎么选啊？选你的心之所向，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因为我们是盟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吃点甜的。季娘子这安慰人的法子，真是够差的。我戴着面纱，也没有人看见我进来，不会影响我暗中行动。师兄，你别生气。益州各景户的基本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其中有3家值得关注：杨兆宇。杨家年年得景王，又在长安有人脉和名气。但是，赵家的二郎如今成为了牛景的女婿，在斗景会上力拔头筹。余家长子又英年早逝。余家现在后继无人，已经没落。师兄进城时看到的红色凤凰，属于飞花会会长季英英，她是季归南的女儿，又是蜀红锦的后人。但是，她只会染丝，不会织锦。师兄想打入锦业的话，还是在这3家里选吧。打入锦业，如何打入锦业呀？是开一个锦铺？还是建立一支商队啊？要是这么简单的话，为什么要我亲自来呢？中原人有句话叫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”。诸位，我家郎君久慕蜀锦之规律，遂千里求锦。然蜀锦千样，千样千价，实不知该如何出价收购？怕价低辱没了真品，也怕价高流俗于凡品，故而想借众位蜀锦行家之慧眼，帮我们估一估价。凡送锦者，我们白府来者不拒，仅选此处，供大家品鉴。若有真品，千金愿求。大家将心目中悬于此处这蜀锦的价值写下，价值平均，便是此锦的最终价值。你这法子倒是挺新奇的，可我们帮你写价能得什么好处？对呀，大家请看。上前问。刚才那个问题问得好啊！做生意嘛，无非就是买卖公平，礼尚往来。诸位，白某让你们帮忙，但绝不会让你们白帮忙。在这竹片上，一面写上你们的名字，另外一面写上价格。价格最为接近者，白某送上一片金叶子。怎么给他呢？这还没开始评呢。你是第一个搭理我仆从的，
们远道而来，你诚挚热情，以礼相待，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是金的，真的是金的呀！不出3日，整个益州城就会知道来了个新的番商，出手阔绰，带景如痴。落英缤纷过，跌进尘埃，却在尘埃中开花结果。浣花溪畔的粉末，牵引飞花之间落。岁月若飞梭，一生萧索，却在萧索中走出阡陌。换尽迷途与扑朔，为心里惊鸿一抹。如何用最渺小的你我，支撑最人生所，去证明那翱翔绯色是我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似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投作万千年，呈现曾经若为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眠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颜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丝